我们怎么才会知道一部戏剧已经开始呢？一般来说，就是会从角色的登场，叙事也随之展开，观众因此有了焦点，焦点就会主导观看的视角，交流就能有效的发生。但是这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必须要有演员才能进行的叙事，通常只适用于由文本主导的戏剧。现在叙事的定义已经可以不只是文字跟语言，叙事也可以通过蒙太奇的画面，也就是有什么事情被安排放在观众的眼前，即便这些事情没有连贯的情节，或者特定的台词、特定的人物来支持他们的存在。相比传统的戏剧，是将戏剧的可看性建立在情节的张力与冲突之上，一环紧扣一环。叙事在现代剧场中的角色跟功能可以是建立在感官上，并由感官引发的心理活动、疑问、提炼成为推动观众继续往下看的动力。什么是舞台？舞台上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代表空？可不可以只有一样东西，但不代表少？可不可以让时间停下来，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可不可以让空气凝结，但不代表闷？可不可以像小孩一样游戏，但不代表儿戏？可不可以实现自我，但不代表自我中心？我是林华，第4季什么是舞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位德国舞台美学家，就是现身说法，以可以还有可以来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卡特琳·布拉克 （Catherine Brack）。比利时导演路克·帕西佛所执导的《莫里埃》，便能够做到传统戏剧做不到的，在相同的时间跟空间里，让莫里埃的4部作品《厌世者》、《唐璜》、《伪君子》、《吝啬鬼》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在同一个舞台上，观众不再是以单一叙事视角来看待某一位主角的人生，而是在同一个演员身上所呈现的状态去阅读、去感受、去观察、去分辨、去思考时代的改变如何影响了莫里埃眼中的人物。既然不使用单一时间的叙事功能，观众可以怎么样去感受时间跟角色的关系呢？莫里埃示范了舞台设计如何成为一个故事的开场，那就是当演员都还没有亮相之前，观众就看见另外一个主角的登场，他就是整个演出都不会缺席的角色，那些一直下的白色颗粒。为什么我用颗粒形容它们，而不是直接的把它们叫做雪呢？出于同一个舞台设计师卡特琳·布拉克的手笔，他曾经为澳洲导演塞门·史东设计过一出叫做《约翰·盖布瑞·卜克曼》的作品。在那个演出里，他让整个舞台被看上去有雪的感觉的物件所覆盖，同时演员在整个演出的时间里都是站在飘落的雪花下面演戏。剧作家伊卜生在第一幕开始之前便注明了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继而在交代剧本的时空背景时也会提到，暮色中飘着大雪，老式的大铁炉生着火，主角随时都会听到经过的雪橇的铃声等描述。当他和做客的妹妹对话，妹妹说这里很温暖，他却说我总是很冷。设计师要呈现冷的氛围，便抓住了雪作为关键的视觉元素，再把雪从背景提升为焦点。因为舞台上没有其他装置，人造的雪便发挥了既虚且实的效果。从实的角度，人造雪让演员与环境产生连接；从虚的角度，人造雪在落下时带来了固定布景无法建立的实践感。
同样是在处理舞台上的时间感与空间感。雪与白色颗粒在观看与感受上的差异，也是物品的材质可以作为形式，在服务一部戏剧和4部戏剧的不同功能。它成为了一种共同的处境，也成为了在莫里埃的剧作里，让角色仿佛可以被一条无形的视线串起。或许它就可以叫做微不足道。雪在约翰·盖伯瑞·卜克曼里建立了特定的时空，但在莫里埃里，他却相反地把舞台上本来已经看不见的墙壁以看得见的方法打破。虽然除了一个10人剧组和10个被他们用作类似小舞台的音箱，舞台上便只有一只直立式麦克风和一张高椅，其余便是一片白皑皑。但乍看开放式的空间，却因为包含着莫里埃4部戏剧所刻画的多重人生阶段当中衍生的变化，本来需要被不同背景所区分。然而卡特琳·布拉克却反其道而行，让白色颗粒不停降下，营造了视觉上的重复。这种重复和约翰·盖伯瑞·卜克曼中不停止的以雪把室外的温度带进室内，让冷的感受从客观转为主观，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效。因为原本的4个故事，4个人物都在白色颗粒的这种物件下找到了共同点，就像他们各有命运，却都是活在同一的天空下。他们的生命历程虽由不同的注印组成，但最后不能避免都是被抹去痕迹。所以到底是什么让本来属于个人的呐喊成了变奏的大合唱呢？尽管场上的音箱有大有小，演员的特质也明显有别，但4个半小时的戏剧演下来，这些分别都已被白色的颗粒清洗得干干净净。消弭差异是颗粒之所以白色的原因吗？谁又愿意被认作是和许多人长得很像呢？谁又愿意在一个舞台上面目模糊，就只能靠着叨叨絮絮来抓住存在的最后一根蜘蛛丝呢？当颗粒从天而降，又是白色，是为了引发观众升起他们是雪的联想吗？雪是联想，而不是故事背景的重现。是否因为没有声音，只有图像的它都能引发沉思呢？沉思正是人在静止的状态下开始了思想。当舞台上的角色越来越情绪化，由雪的联想转化为冷的感觉，其中由激烈回归清醒的过程，是不是也能让观众在主观中寻回了客观呢？当由白色颗粒造成的雪的联想在莫里埃的舞台地板上积累的越来越多，观众看见的并不是约翰·盖伯瑞·卜克曼中越来越厚的雪地，而是原本的范围在不知不觉中向外扩张。之前看得见的边界，在戏的尾声已再没有尽头。在卡特琳·布拉科的这个舞台上，仿佛在说，莫里埃故事里的冬天不会过去，因为冰天雪地不在外面，却在虚无的人心里。